欢迎来到茫茫书海，一起来听听看看上神如玉。清冷如玉的司法上神玄机被天帝点名下凡历情劫。一场暴雨中，医女桑只发现昏迷的他躺在溪边，将他救回家中。玉姬子深深看着他，我们以前见过吗？他低头亲吻桑芷的额头，周身突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，以无神格为剂，换他一线生机。刹那间，9道金色雷霆从天而降。欲知更多吗？请别走开。凌霄殿上，祥云缭绕，仙乐飘飘。300年一次的天劫大会正在举行，众神肃立两侧，神色各异。高座之上，天帝威严的目光扫过众仙，最后落在右侧首位那道清冷如霜的身影上。玄机上神天帝的声音回荡在大殿之中，你执掌天界司法已有1000年，公正严明，却始终未能参透情之一字。此次历劫，你当下凡体验人间情爱。此言一出，殿中顿时一片哗然。司法上神玄机，天界最为清冷绝尘的存在。一袭白衣胜雪，黑发如墨，面容如玉雕般完美的不带一丝人间烟火气。那双金色的眼眸永远平静无波，仿佛世间万物都无法在其中激起一丝涟漪。陛下，一位红袍武将踏前一步，正是玄机为数不多的好友武神破军。玄机上神执掌天规，若下凡历劫，天界司法由谁主持？天帝微微抬手，示意众神安静。天上1日，地上1年。玄机上神只需人间数十载便可归来，天界不过月余。至于司法之职，暂由文昌帝君代管。众神的目光都聚焦在那道白色身影上。玄机缓缓抬眸，金色眼瞳中无喜无悲，臣遵旨。简单的2个字，却让破军暗自叹息。作为玄机的好友，他比谁都清楚这位司法上神有多么不近人情。让他去历情劫，简直比让火神去掌水部还要荒谬。甚好，天帝满意的点头，你且去准备，明日便下凡去罢。玄机微微颔首，转身离去，白衣飘然，不染纤尘。回到自己的玄霜宫，玄机站在庭院中的一株古梅下，罕见的出神。情劫？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拂过梅枝，金色眼眸中闪过一丝困惑。玄机，破军的大嗓门从宫门外传来，紧接着便是他那火红的身影。你真要下凡去历那劳什子情劫？玄机转身，面色如常，天帝旨意，不可违抗。可你知道什么事情吗？破军抓了抓头发，你连最基本的7情6欲都没有。上次百花仙子给你送花，你直接用法力把花冻成了冰雕还给他。玄机微微蹙眉，那花会扰乱玄霜宫的清静。破军翻了个白眼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算了，反正你下凡后会失去记忆和大部分法力，说不定真能体验一把凡人的感情。他拍了拍玄机的肩膀，希望你别把人家姑娘冻成冰雕。玄机没有回答，只是望向远方云海，金色的眼眸中映照着天界的霞光，深不可测。翌日，南天门外，玄机一身素白，站在云端边缘。天帝亲自为他送行，此次历劫，你将化为凡人，名唤玉姬子，游历人间，体验情爱之苦。待劫满之日，自会恢复记忆与神力，重返天界。玄机微微颔首，没有多余言语，一步踏出云端。下坠的过程中，他感到记忆与法力如沙般从指尖流逝。最后残存的意识里，他只记得自己似乎是个道士，道号玉姬子，然后便陷入了无尽的黑暗。青山镇，一场暴雨刚过，桑芷背着药篓，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泞的山路往家走。他今天上山采药，却被暴雨困在山洞多时，眼看天色已晚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得赶紧回去，王婆婆的药还没熬呢，他自言自语道，清秀的脸上写满疲惫。突然，他余光瞥见溪边似乎躺着什么，走近一看，竟是个白衣男子。那人面朝下趴在溪边，半边身子还浸在水里，不知是死是活。桑芷顾不得许多，连忙跑过去将人翻过来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人虽然昏迷，却生得极为俊美，面如冠玉，
眉目如画，只是脸色苍白的可怕。公子，公子，桑稚探了探他的鼻息，还有气，但十分微弱。他咬了咬牙，使出全身力气将人扶起，半拖半抱地往阵上挪去。这白衣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下凡历劫的玄机上神。如今的他只是个失去记忆的游方道士玉姬子。桑稚的医馆很小，前堂看病，后堂住人。他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玉姬子安置在自己的床榻上，然后立刻开始诊治。奇怪，明明没有外伤，为何昏迷不醒？桑稚把着脉，眉头紧锁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人的脉象与他见过的任何病人都不同，沉稳有力，却又不似常人。他煎了一碗安神汤，小心地为玉姬子服下，然后守在床边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半夜，桑稚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，他猛地抬头，正对上一双金色的眼眸。那双眼睛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如同2轮小小的金月，清冷而神秘。你醒了，桑稚惊喜道，随即发现自己的失态，连忙收敛情绪。公子感觉如何？可有哪里不适？床上的男子缓缓坐起，金色眼眸中充满困惑。我是谁？桑稚眨了眨眼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公子不记得自己是谁？白衣男子眉头微蹙，那双金色的眼眸在昏暗灯光下显得格外神秘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又环顾四周，最后目光落在桑稚脸上。我只记得我的道号似乎是玉姬子。玉姬子，桑稚轻声重复，这名字倒是与他清冷的气质相配。那你是道士？玉姬子微微颔首，却又摇头，应该是，但我不记得从何处来，要往何处去。桑稚给他倒了杯温水，你昏迷在溪边，是我把你带回来的。我是桑稚，青山镇的医女。多谢桑姑娘救命之恩。玉姬子接过水杯，动作优雅的不像寻常人。他喝水时喉结微微滚动，桑稚不知为何竟看得有些出神。你先休息吧，明天我再给你仔细检查。桑稚慌忙起身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把唯一的床让给了这个陌生男子。我去前堂睡。玉姬子却突然伸手拉住他的衣袖，桑姑娘。桑稚回头对上那双金色眼眸，心跳莫名加速。这应该是你的床榻，我睡别处即可。玉姬子说着就要起身。不行，桑稚按住他的肩膀，你身体还没恢复，不能乱动。触碰到他肩膀的瞬间，桑稚惊讶地发现，这看似文弱的男子肌肉竟结实得很。两人争执不下，最后各退一步。玉姬子睡床，桑稚在旁边打了个地铺。夜深人静，桑稚躺在地铺上辗转难测。他悄悄转头看向床榻，月光透过窗棂洒在玉姬子俊美的侧脸上。他睡得安稳，长睫毛在脸上投下浅浅阴影，薄唇微抿，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。真是个怪人，桑稚小声嘀咕，终于沉沉睡去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当他呼吸变得均匀后，床上的玉姬子忽然睁开双眼，金色眼眸在黑暗中微微发亮。他轻轻抬手，指尖凝聚出一丝几乎不可见的金光，但转瞬即逝。玉姬子困惑地看着自己的手，再次闭眼睡去。次日清晨，桑稚被一阵药香唤醒，他揉着眼睛坐起身，发现地铺旁放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药汤。桑姑娘醒了。玉姬子站在药柜前，正在整理药材。我熬了提神汤，趁热喝吧。桑稚瞪大眼睛，你会医术？玉姬子动作一顿，似乎记得一些。桑稚端起药碗抿了一口，眼睛一亮，这配方我从未见过，但很有效。他一口气喝完，顿觉神清气爽。前堂已经传来病人的咳嗽声，桑稚连忙洗漱更衣，准备接诊。让他惊讶的是，玉姬子自然地跟在他身后，俨然一副助手的模样。桑大夫，这是第一位病人是镇上的李婆婆，好奇地打量着玉姬子。这是玉姬子道长，暂时在医馆帮忙。桑稚简单介绍，随即开始诊脉。气虚血弱，需补中益气。玉姬子突然开口，加一味黄芪，效果更佳。桑稚惊讶地看着他，你说的对，他开了药方。玉姬子主动去抓药，
动作娴熟的仿佛做过千百遍。一整天下来，玉姬子展现了惊人的医术天赋。她不仅能准确判断病情，还能提出独到的治疗方案。更让桑芷吃惊的是，有些疑难杂症她束手无策，玉姬子却能信手拈来。傍晚，送走最后一位病人，桑芷瘫坐在椅子上。玉姬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样的医术，绝非普通道士能有的。玉姬子正在整理银针，闻言停下动作。我不记得了，只是看到病人，这些知识就自然出现在脑海中。桑芷正想再问，医馆大门突然被撞开，一个满身是血的年轻人冲了进来。桑大夫，救命啊！镇东头有好几个人突然昏倒，口吐白沫。桑芷立刻起身拿药箱，我这就去。我同去。玉姬子跟上他。镇东头一片混乱，几户人家门口围满了人。见桑芷来了，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。是瘟疫，有人惊恐地喊道。桑芷检查了几位患者，脸色越来越凝重，症状确实像瘟疫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玉姬子蹲下身，手指轻触一位老者的额头，闭眼片刻后睁开，不是瘟疫，是中毒。中毒！桑芷和周围人都惊讶地看着他。玉姬子指向不远处的水井，井水被人下了毒。取甘草、绿豆、金银花煎汤可解。桑芷立刻组织人手照做。果然，服下解药后，患者症状很快缓解。玉道长真是神了，村民们纷纷赞叹。回医馆的路上，桑芷忍不住问，你怎么知道是井水被下毒？玉姬子微微蹙眉，我看到他们体内有黑气聚集，顺着经脉追溯，发现都指向那口井。看到？桑芷瞪大眼睛，你能看到人体内的气息？玉姬子似乎也被自己的话惊到了，摇摇头，我也不知为何会这样。当晚，桑芷辗转难眠。玉姬子的出现太过蹊跷，失去记忆却身怀绝技，那双金色眼眸更是不似凡人。他轻手轻脚起身，来到玉姬子暂住的小屋外，想看看她是否安好。透过门缝，桑芷看到一幕令他呼吸停滞的景象。玉姬子盘腿坐在床上，双手结印，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光，整个人悬浮在离床面半尺的空中。桑芷捂住嘴，不让自己惊叫出声，踉跄后退时不小心碰倒了门边的扫帚。屋内金光瞬间消失，玉姬子警觉地睁开眼，谁？桑芷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，是我。我来看看你需要什么。月光下，玉姬子已经恢复常态，坐在床边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桑芷的幻觉。但桑芷知道，自己看到的绝非错觉。多谢关心，我一切都好。玉姬子平静地说，那双金色眼眸在黑暗中格外明亮。桑芷鼓起勇气，玉姬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或者说，你真的是人吗？屋内一片寂静，只有两人的呼吸声交织。良久，玉姬子轻声道，我也想知道答案。3个月过去，在桑芷和玉姬子的共同努力下，镇上的瘟疫得到彻底控制。玉姬子的名声传遍4里8乡，人们称她为金眼神医。这天傍晚，桑芷正在整理药材，玉姬子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提着一条鲜鱼。今天陈大叔送的，说是感谢我们治好了他儿子的怪病。玉姬子将鱼递给桑芷，嘴角微微上扬。相处久了，他不再像出来时那般冷若冰霜，偶尔会流露出极淡的笑意。桑芷接过鱼，手指不小心碰到玉姬子的指尖，两人同时像被烫到般缩回手。这几个月来，这样的小意外时有发生，每次都让桑芷心跳加速。我去做饭。桑芷慌忙转身，耳根发热。玉姬子看着他的背影，金色眼眸中闪过一丝困惑。他抬手按住自己胸口，那里有种陌生的悸动。晚饭时，桑芷说起明天的安排，赵员外家派人来请，说他夫人胸闷气短，想请我们去看诊。玉姬子筷子一顿，赵员外，就是镇西头那座大宅子的主人。他是青山镇最富有的人，但桑芷欲言又止。但为富不仁，玉姬子接话，眼中闪过一丝金芒。
我今日在街上听说，他借瘟疫之名，低价强买平民的土地。桑稚惊讶地看着他，你居然会打听这些？在他印象中，玉姬子对人情世故向来漠不关心。玉姬子微微蹙眉，路过茶摊时听到的。那些百姓哭诉无门，令人气愤。桑稚心中一暖。这几个月来，玉姬子虽然表面冷淡，但对待病人极其耐心，尤其是贫苦百姓，常常分文不取。他越来越确信，这个神秘的男子有着最纯净的善良。次日，两人来到赵府。高墙大院，气派非凡，与镇上简陋的民宅形成鲜明对比。赵员外是个40出头的中年男子，满面油光，见到桑稚时眼中闪过一丝轻蔑。桑大夫来了儿，目光转到玉姬子身上时，立刻换上笑脸。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道长吧？久仰久仰。玉姬子冷淡的点头，直奔主题，病人在哪？赵夫人其实并无大碍，只是吃多了油腻，肝气郁结。玉姬子开了方子，正要告辞，赵员外却拉住他，玉道长留步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他挥手让下人退下，压低声音道，听闻道长能观人气运，不知可否为老夫看看，最近是否有人暗中作梗？玉姬子金眸微眯，何出此言？赵员外搓着手，近日家中怪事连连，犬子夜夜惊梦，厨房无故起火，我怀疑是那些刁民怀恨在心，使了什么邪术。桑稚在一旁听得皱眉。赵员外口中的刁民，正是那些被他强占土地的百姓。玉姬子突然直视赵员外双眼，金眸中似有流光转动，若要家宅平安，先得问心无愧，强取豪夺之事还是少做为妙。赵员外脸色大变，踉跄后退，你怎么知道？若要破解，简单。玉姬子冷声道，归还强占的土地，赔偿百姓损失，自然家宅安宁。赵员外脸色阴晴不定，最后勉强笑道，道长说笑了，我哪有什么强占土地的事。离开赵府后，桑稚忍不住问，你真的看到他家的气运了？玉姬子摇头，没有，但我经过那些被强占的土地时，听到了百姓的哭声。他顿了顿，而且赵员外印堂发黑，确实有灾祸将至的征兆。桑稚正想追问，一个小孩急匆匆跑来，桑大夫，玉道长，快去看看我爷爷，他突然晕倒了。两人立刻赶往小孩家中，忙碌到深夜。回医馆的路上，桑稚累得直打哈欠，走路都有些摇晃。玉姬子突然在他面前蹲下，上来，我背你回去。桑稚愣住了，这不合适，你走不动了。玉姬子的声音不容拒绝。桑稚红着脸趴上他的背，玉姬子的背宽阔温暖，步伐稳健，让他感到无比安心。夜风微凉，他的发丝拂过他的脸颊，带着淡淡的药香。玉姬子，桑稚轻唤，如果你永远想不起自己是谁，你会一直留在青山镇吗？桑稚问完，心跳如鼓。玉姬子沉默良久，就在桑稚以为他不会回答时，他轻声道，这里有让我想留下的理由。桑稚将脸埋在他肩上，藏起自己控制不住的笑容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刻赵府内一片混乱。赵员外突发怪病，浑身疼痛难忍，府中大夫束手无策。快去请玉道长！赵夫人哭喊着。当玉姬子被紧急请到赵府时，赵员外已经痛得面目扭曲。玉姬子检查后冷声道，此乃因果之症，非药石可医。道长救我！赵员外抓住他的衣袖，你要什么我都给。玉姬子金眸如冰，归还所有强占的土地，向百姓道歉赔偿，此病自愈。赵员外犹豫不决，但疼痛最终战胜了贪婪。他咬牙点头，我都还。玉姬子取出一枚银针，在赵员外眉心轻轻一点，奇迹般地，赵员外的痛苦立刻减轻大半。记住你的承诺。玉姬子收起银针，若再作恶，病痛将加倍返还。离开赵府时已是黎明。玉姬子站在桥上，看着初升的太阳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。一些陌生的画面闪过脑海，云雾缭绕的宫殿，
威严的天神，还有一道模糊的女子身影。玉姬子。桑芷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，你脸色很差，没事吧？玉姬子摇头，只是有些累了。桑芷递给他一个油纸包，吃点东西吧，我早上刚买的包子。玉姬子接过包子，不经意间触碰到桑芷的手指，一瞬间，他感到一股暖流从指尖传遍全身，那些闪回的陌生画面突然变得清晰，那模糊的女子身影赫然是桑芷的模样。怎么了？桑芷疑惑地看着他僵住的样子。玉姬子深深看着他，桑芷，我们以前见过吗？桑芷一愣，在你昏迷西边之前，应该没有吧？玉姬子没有再说话，但心中已埋下疑问的种子。转眼3年过去，桑玉医馆已成为方圆100里最有名的医馆。原本的小屋扩建成了前后2进的院落，前堂看病抓药，后院助人存药，还收留了几个孤儿当学徒。桑芷站在医馆门口，看着门楣上桑玉医馆4个大字，心中满是感慨。这3年来，他和玉姬子朝夕相处，从最初的陌生到现在默契无间。虽然玉姬子始终没有恢复记忆，但她似乎已完全融入了青山镇的生活。桑芷，玉姬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她刚从山上采药回来，背上竹篓装满了新鲜草药，白衣上沾了些泥土，却丝毫不减她的清俊气质。桑芷自然地伸手替她拍去衣上的尘土，今天收获不错啊。找到了几株罕见的灵芝。玉姬子放下背篓，从怀中小心取出一个小布包，还有这个。桑芷打开布包，里面是一朵晶莹剔透的白色小花，形似莲花，却更小巧精致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这是雪莲。桑芷惊讶道，这附近怎么会有雪莲？玉姬子眼中闪过一丝复杂，在最高的那座山峰上发现的，那里很奇怪，明明不高，却有积雪。他顿了顿，这花100年难遇，据说能延年益寿，你留着吧。桑芷小心地捧着雪莲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这3年来，玉姬子虽然依旧话不多，但总会带给他一些小惊喜，有时是罕见的药材，有时是山间的野果，甚至还有他自己雕刻的小物件。对了，玉姬子突然说，今日是7月初7吧？桑芷点头，是啊，怎么了？他心中一动，难道玉姬子知道今天是他的生日？玉姬子没有回答，只是说，晚上别急着睡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夜幕降临，桑芷在后院摆好简单的饭菜，却不见玉姬子踪影。正当他疑惑时，一阵清越的笛声从屋顶传来。桑芷走出屋子，抬头望去，只见玉姬子一袭白衣坐在屋顶，手持一支清脆的竹笛，正在吹奏一曲他从未听过的旋律。那曲调清澈空灵，仿佛来自云端，让人心神宁静。一曲终了，玉姬子轻盈地跃下屋顶，落在桑芷面前，递给他一个精致的木盒，生辰快乐，桑芷。桑芷惊讶地接过盒子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玉姬子嘴角微扬，3年前你救我那日，药柜上挂着的日历正好翻到7月初7，旁边还画了个小圈。后来我问了镇上的王婆婆，证实了那是你的生辰。桑芷没想到她竟记得如此清楚。她打开木盒，里面是一只青玉发簪，簪头雕成灵芝模样，做工精细，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这是桑芷手指轻颤，这只簪子一看就价值不菲。我刻的。玉姬子轻声道，玉石是上次去县城时买的，一直藏着没让你看见。桑芷眼眶发热，这只发簪明显花费了无数心血。他抬头看向玉姬子，月光下她的轮廓如雕如琢，金色眼眸中似有星辰流转。帮我戴上好吗？桑芷轻声请求。玉姬子点头，小心地取出发簪，为她插在发间。他的手指轻轻拂过她的发丝，两人距离近得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。好看吗？桑芷小声问，心跳如雷。玉姬子凝视着他，金眸深邃。好看，简单的2个字，却让桑芷心如鹿撞。这一刻，桑芷几乎要脱口而出心中的感情，却见玉姬子突然退后一步，
表情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夜深了，休息吧。桑稚难掩失落，但还是点点头。晚安，玉姬子。玉姬子转身离去，却在桑稚看不见的地方按住自己狂跳的心口。他越来越频繁地梦见那个云雾缭绕的地方，梦见自己高高在上，俯视众生。而每次梦醒，看到熟睡的桑稚，他都会陷入深深的困惑，自己究竟是谁？为何会对一个凡人女子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情？次日清晨，医馆刚开门，一队官兵就闯了进来。谁是桑稚？为首的军官高声问道。桑稚上前一步，我是。君爷有何贵干？军官展开一卷文书，奉朝廷之命，征召各地医师随军出征北境。桑大夫医术高明，特此征召，3日后启程。桑稚脸色大变，这军爷，医馆就我一位大夫，我若走了，百姓们……少废话！军官不耐烦地打断，这是朝廷命令，违者以叛国论处。说完便带人扬长而去。桑稚呆立原地，手中的药杵掉在地上都没察觉。玉姬子从内室走出，脸色凝重，你不能去。我必须去。桑稚苦笑，违抗皇命是要杀头的。玉姬子金眸中闪过一丝寒光，我去和官府说。桑稚拉住他，没用的。玉姬子，这是战争，不是赵员外那种地方豪强能比的。两人争执不下，最终玉姬子沉声道，那我陪你一起去。不行，桑稚断然拒绝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太危险了。玉姬子直视他的眼睛，要么一起去，要么谁都不去。我可以让你病重到无法出征。桑稚知道他说到做到。这3年来，他已经见识过玉姬子那些超出常人的能力，他能一眼看穿病症，能徒手接住从高处坠落的孩童，甚至能在不触碰的情况下移动小物件。好吧，桑稚最终妥协，但你一定要答应我，遇到危险先保护自己。玉姬子点头，却在心中暗下决心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会保护好桑稚。3日后，两人随军启程。临行前，桑稚将医馆托付给几个年长的学徒，又把积蓄分给镇上的贫苦百姓。我们会回来的，他向送行的乡亲们保证，却不知这一去将是他们命运的转折点。行军路上条件艰苦，桑稚和玉姬子被安排在伤兵营工作。玉姬子对桑稚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每晚都会为他熬一碗安神汤，确保他能睡个好觉。玉姬子，一天夜里，桑稚望着篝火轻声问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恢复了记忆，发现自己其实有家人在等你？玉姬子沉默片刻，我经常梦见一个地方，云雾缭绕，金碧辉煌，但那里没有人等我。他看向桑稚，这3年来，只有你是真正关心我的人。桑稚心中一暖，正想说什么，军营突然响起警报，敌袭！敌袭！混乱中，一支箭矢破空而来，直射桑稚心口。玉姬子闪电般将他推开，反手抓住那支箭，动作快得不可思议。躲在我身后，玉姬子厉声道，金色眼眸在夜色中熠熠生辉。战斗很快平息，但这次袭击让桑稚意识到战争的残酷。更让他震惊的是玉姬子的身手，他能在箭雨中穿梭自如，能徒手击倒全副武装的敌人，这绝非普通医者能做到的。玉姬子，战后整理伤兵营时，桑稚忍不住问，你到底？我不知道。玉姬子似乎明白他的疑问，这些能力好像与生俱来，就像我的医术一样。桑稚没有再问，但心中的疑虑越来越深。这个他朝夕相处了3年的男子究竟是谁？随军半年后，桑稚和玉姬子已成为伤兵营的中流砥柱。桑稚凭借高超医术和组织能力，将原本混乱的伤兵营管理得井井有条，而玉姬子则因那些近乎神奇的治疗手段，被士兵们尊称为活神仙。这天，大军在一处山谷扎营，桑稚正在整理药材，一个小兵慌慌张张跑进来，桑大夫，不好了，李二狗去河边打水，被毒蛇咬了。桑稚立刻拿起药箱，跟着小兵跑去。河边，一个年轻士兵躺在地上，小腿已经肿得发黑，
面色铁青，呼吸微弱。是五步蛇。旁边士兵惊恐道，被咬后走不出5步就会死。桑植检查伤口，心中一沉，毒性已经扩散，普通解毒剂恐怕无效。他正要采取急救措施，身后传来玉姬子的声音，让开。玉姬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，金色眼眸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。他蹲下身，手指在伤者腿上划了一个奇怪的符号，然后俯身直接吸出毒血。玉姬子，桑植惊呼，太危险了。玉姬子吐掉毒血，又重复了几次，直到吸出的血变回鲜红色。然后他咬破自己手指，将一滴血滴在伤口上。奇迹般的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，士兵的脸色也逐渐恢复正常。围观士兵们目瞪口呆，有人甚至跪下来磕头，神仙显灵，神仙显灵啊！回到帐篷后，桑植严肃地看着玉姬子，你到底是谁？普通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。玉姬子罕见地露出疲惫之色，我说过，我不知道。每次使用这些能力，我都会看到一些片段，高大的天门，缭绕的云雾，还有一双眼睛。什么眼睛？很像你的眼睛，但又不太一样。玉姬子困惑地摇头，更古老，更熟悉。桑植心中一动，你是说你可能认识我的前世？玉姬子猛然抬头，你相信前世今生？和你相处3年，我不信也得信啊。桑植半开玩笑地说，试图缓解紧张气氛。玉姬子却没有笑，她凝视着桑植，突然伸手轻抚他的脸颊。桑植，如果我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，你会……话未说完，外面又响起警报声，敌军偷袭，全军戒备。这次袭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猛烈，敌军显然有备而来，箭如雨下，很快就有数十名士兵中箭倒地。桑植和玉姬子忙着救治伤者，根本顾不上自身安危。桑大夫，小心！一个稚嫩的声音突然响起。桑植回头，只见那个叫李二狗的小兵朝他扑来，一支利箭正朝他心口射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白影闪过，玉姬子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挡在2人面前。箭矢射中他的肩膀，他却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，单手抱起桑植，另一手拉起李二狗，瞬间移动到安全地带。玉姬子，你受伤了。桑植看到他肩头的箭矢，心如刀绞。玉姬子却神色凝重，不对劲，这支箭他握住箭杆，咬牙拔出，箭头上泛着诡异的蓝光，有毒。话音未落，玉姬子突然面色一变，一口黑血喷出，整个人向前栽倒。桑植慌忙接住他，发现他全身冰冷，嘴唇迅速变紫。玉姬子，玉姬子！桑植惊恐地呼唤，但他已经陷入昏迷。军医看过之后摇头，此毒无解，准备后事吧。桑植不肯放弃，日夜守在玉姬子身边，尝试各种解毒方法。3天过去，玉姬子的气息越来越弱，桑植的精神也濒临崩溃。你不能死。第4天夜里，桑植握着玉姬子冰冷的手，泪如雨下。你答应过要一直陪着我的，玉姬子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心悦你啊。泪水滴在玉姬子脸上，奇迹般的，她的睫毛微微颤动。玉姬子，桑植屏住呼吸。玉姬子的手指动了动，接着缓缓睁开了眼睛。那双金色的眼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，仿佛有火焰在其中燃烧。桑植，他艰难地呼唤他的名字。桑植喜极而泣，紧紧抱住他，你吓死我了。我以为。玉姬子虚弱地抬手拭去他脸上的泪水，我听到你的声音在黑暗中指引我回来。桑植破涕为笑，那以后你要多听听我的声音，不准再吓我了。玉姬子深深看着他，突然说，我也心悦你，桑植。这句话让桑植呆住了。3年来，玉姬子从未如此直白地表达感情。他俯身抱住他，泪水再次涌出，你这个傻瓜，非要差点死掉才肯说吗？玉姬子轻抚他的长发，金眸中却闪过一丝忧虑。在昏迷中，他不仅听到了桑植的声音，还看到了更多记忆碎片，巍峨的天宫，冰冷的天规，
还有自己身为司法上神的身份。他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恢复全部记忆，而那一天可能就是他们分离的时刻。战事终于结束，桑稚和玉姬子得以返回青山镇。一路上，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。玉姬子不再刻意保持距离，会自然地牵起桑稚的手，或是在他疲惫时揽他入怀。但他眼中时常闪过的忧色，却让桑稚感到不安。快到家了，站在镇外的山坡上，桑稚兴奋地指着远处的青山镇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的笑容凝固了。镇子西边冒着浓烟，而那方向正是他们的医馆所在。两人狂奔下山，越靠近镇子，不祥的预感越强烈。当他们终于站在医馆就诊前时，桑稚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曾经温馨的桑玉医馆，如今只剩一片焦黑的废墟。怎么会这样？桑稚颤抖着伸手触碰烧焦的门框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闻讯赶来的王婆婆含泪告诉他们，你们走后不久，赵员外就带人烧了医馆。他说你们得罪了朝廷权贵，谁帮你们说话就连谁一起烧。玉姬子拳头紧握，金色眼眸中闪过一丝凌厉的光芒。桑稚却突然站起身，擦干眼泪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重建。他坚强的样子让玉姬子心疼不已。他上前一步，将桑稚拥入怀中，我会一直陪着你重建。这句话给了桑稚莫大的安慰。他靠在玉姬子胸前，听着她有力的心跳，仿佛一切困难都不再可怕。重建工作异常艰辛，但镇上的百姓纷纷伸出援手。曾被桑稚和玉姬子救治过的人们送来木材、砖瓦，甚至自发帮忙清理废墟。就连当初被玉姬子吓唬过的赵员外，也在民众压力下不得不送来赔偿银两。1个月后，新的医馆初具规模，虽然不如从前精致，但更加宽敞实用。桑稚站在新医馆门前，看着门楣上崭新的桑玉医馆匾额，感慨万千。这次我们做个更大的药柜，他兴致勃勃地规划着，后院再挖口井，免得再去河边打水。玉姬子静静听着，目光柔和。他突然发现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桑稚的快乐已经成了他最大的幸福。这天夜里，突然下起大雨，两人在医馆忙到很晚，只有一把伞。玉姬子自然地将伞倾向桑稚那边，自己半边身子都被淋湿。你靠过来点，桑稚心疼地拉近他，两人紧紧依偎在伞下，步伐一致地走在泥泞的小路上。走到家门口时，桑稚突然停下脚步。玉姬子，桑稚鼓起勇气，抬头望进他的眼睛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不是作为搭档，而是作为夫妻。雨声渐大，敲打在油纸伞上，如同桑稚狂跳的心。玉姬子僵住了，金色眼眸中闪过无数复杂情绪。良久，他缓缓伸手，轻抚桑稚的脸颊。桑稚，我……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道闪电劈过，照亮了玉姬子突然变得苍白的脸。他猛地抬头望天，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怎么了？桑稚疑惑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却只有漆黑的夜空。玉姬子急促地呼吸着，突然握住桑稚的手，进屋再说。进屋后，玉姬子反常地点燃了所有灯烛，然后坐在桌前，神色凝重。桑稚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桑稚心头一紧，什么事？我可能不是凡人。玉姬子艰难地说出这句话。这些天来，我的记忆开始恢复。我梦见天宫、众神，还有作为司法上神的职责。桑稚瞪大眼睛，你是说你是神仙？玉姬子点头，我想我是在执行某种历劫任务，下凡体验人间疾苦，但出了意外，失去了记忆。桑稚脑中一片混乱，那你会回去吗？我不知道。玉姬子痛苦地说，如果记忆完全恢复，我可能会被召回天界。桑稚强忍泪水，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敢回应我感情的原因。玉姬子伸手想触碰他，却在半空停住，我不想伤害你。天人有别，别说这些。桑稚打断他，我只想知道，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吗？玉姬子金色眼眸中闪烁着真挚的光芒，千真万确。
正因如此，我才更加害怕有一天会不得不离开你。桑稚深吸一口气，突然笑了，那就够了。只要我们现在在一起，未来总会有办法的。他主动握住玉姬子的手，两人十指相扣。窗外雨声渐歇，一轮明月从云层中露出脸来，洒下清冷的光辉。这晚之后，两人关系更加亲密，但玉姬子眼中的忧虑也日益加深。她的梦境越来越清晰，记忆碎片不断涌现。有时半夜醒来，她会发现自己悬浮在空中，周身环绕着淡淡的金光。桑稚假装没注意到这些异常，但他心里明白，分别的日子可能不远了。一个平静的午后，桑稚在整理药材时，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古籍，上面记载着天人历劫的故事。其中提到，神仙下凡历劫通常有特定目的，一旦达成就会恢复记忆和神力，返回天界。情节，桑稚轻抚书页，心中苦涩。难道玉姬子下凡只是为了体验情爱之苦？那等他恢复记忆，这段感情对他而言是否就只是一场幻梦？他不敢问，也不敢想，只能珍惜现在的每分每秒。然而，命运从不给人准备的时间。这天夜里，一伙黑衣人突然闯入医馆，直取玉姬子。司法上神，您的历劫期限已到，奉天帝之命带您回天界。为首的黑衣人亮出一块金光闪闪的令牌。桑稚挡在玉姬子面前，你们认错人了，她是玉姬子，是。话音未落，黑衣人一挥手，桑稚就被一股无形力量推开，重重撞在墙上。桑稚，玉姬子怒吼一声，金色眼眸瞬间光芒大盛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他体内爆发，整个医馆的器物都悬浮起来。黑衣人们大惊失色，上神息怒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玉姬子，现在或许该称他为玄机上神了，周身笼罩在耀眼的金光中，威严的令人不敢直视。他抬手一挥，黑衣人们全被震出门外。滚！他的声音如同天雷滚滚，本座自会回天界复命。黑衣人仓皇逃窜，金光渐散，医馆恢复平静。桑稚艰难地爬起来，看着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玉姬子，他试探地呼唤。那人转身，面容依旧是玉姬子，但眼神已完全不同，冰冷疏离，仿佛俯瞰众生的神明。凡人，他开口，声音如寒冰，本座乃天界司法上神玄机，下凡历劫，如今劫满当归。你我尘缘已尽，就此别过。每个字都像刀子般扎在桑稚心上。他强忍泪水，挺直腰杆，上神大人保重。玄机看了他最后一眼，金色眼眸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，随即化作一道金光冲天而去，消失在夜空中。桑稚站在原地良久，终于瘫坐在地，泪如雨下。天界凌霄宝殿，玄机单膝跪地，向天帝复命。臣玄机，情劫已度，特来复职。天帝满意的点头，爱卿辛苦了。情劫滋味如何？玄机面色如常，不过一场幻梦，不足挂齿。好。天帝大笑，不愧是朕最器重的司法上神。3日后举行复职大典，众仙同庆。回到玄霜宫，玄机平退所有仙士，独自站在庭院中的古梅下。这株梅树千年不败，是他最喜爱的景致。但此刻他却想起了桑稚医馆后院那株才种下3年的桃树，想起桑稚踮起脚尖为他修剪枝叶的背影。上神，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来人是霓裳仙子，天界有名的美人，一直对玄机有意。玄机冷淡的点头，仙子何事？霓裳嫣然一笑，听闻上神归位，特来道贺。不知上神在凡间可有什么趣事分享？没有。玄机转身欲走，霓裳却不依不饶，听说上神在凡间与一凡人女子颇为亲近。玄机猛然回头，金眸如电，仙子慎言。本座下凡只为历劫，凡尘种种，过眼云烟。霓裳被他的气势所慑，悻悻离去。玄机回到寝殿，挥手现出一面玄天镜，镜中浮现出青山镇的景象。桑稚独自坐在医馆后院，
望着月亮发呆。他手中握着那只青玉发簪，泪珠无声滑落。玄机不自觉地伸手触碰镜面，却在即将碰到桑植影像时猛然收手。他闭眼挥散玄天镜，盘腿而坐，开始调息。但无论如何静心，桑植的身影总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他救他时的担忧，他笑时的明媚，他哭时的心碎，这些记忆比任何仙术都更难驱散。3日后，复职大典隆重举行。玄机一身银白神袍，头戴玉冠，威严不可逼视。众仙纷纷道贺，称赞他历劫归来更显神威。只有破军武神看出好友的异常。大典结束后，他拦住玄机：“老友，你不对劲。”玄机面无表情：“武神多虑了。”破军摇头：“你我相识1000年，我还看不出你的变化。那凡人女子对你而言不只是结束吧？”玄机金眸一冷：“莫要胡言。天规森严，仙凡有别，本座岂会自毁前程？”破军叹息：“但愿如此。”然而回到玄霜宫后，玄机却鬼使神差地再次取出玄天镜。镜中，桑植正在为一个小女孩诊治，温柔的笑容掩盖不住眼中的悲伤。玄机突然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从心口蔓延，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正在经历凡人才有的心痛。这不可能，神仙超脱七情六欲，怎会为情所困？除非那根本不是情结，而是真情。与此同时，青山镇的桑植将小女孩送出门后，突然抬头望天，仿佛感应到了什么。他轻声自语：“玉姬子，你是否也在看着这里？夜凉如水，天人相隔，唯有明月依旧。”1个月过去，桑植表面恢复了正常生活。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医馆、接诊、采药、教导学徒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只有夜深人静时，他才会取出青玉发簪，对着月亮发呆。镇上的人都知道玉道长云游去了，但看桑植日渐消瘦的模样，都猜到了几分真相。好心的大婶们开始为他张罗婚事，却都被婉拒。“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”桑植总是这样回答，然后继续埋头工作。这天夜里，桑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中，他是一株生长在天界瑶池边的植草，每日仰望一位白衣金眸的上神从旁经过。那上神偶尔会停下脚步，为他浇灌仙露，甚至对他轻声细语。桑植从梦中惊醒，心跳如鼓。那个上神分明就是玄机。难道我们前世就相识？他喃喃自语，却无法验证这个猜测。天界，玄机正在查阅古籍。这1个月来，他表面上恢复了往日清冷无情的司法上神形象，内心却备受煎熬。每当闭眼，桑植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；每当执法，他就会想起桑植教导他法理不外乎人情的情景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开始质疑天规的合理性，为何仙凡不能相恋？为何无情才是正道？这天，他在古籍中发现了一段记载：瑶池植草，受上神点化，暗恋1000年，终堕轮回。旁边还有一幅小像，画中的植草仙子竟与桑植有7分相似。玄机如遭雷击，原来他与桑植的缘分早在300年前就已开始。那时的他偶然点化了一株植草，却不知那株小草对他暗生情愫，甚至甘愿堕入轮回，只求一世相守。桑植玄机轻唤这个名字，心脏再次抽痛。他突然明白，这不是什么情节，而是命运给予他的第2次机会，一次弥补遗憾、回应真心的机会。但天规森严，司法上神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若他执意下凡，将面临怎样的惩罚？玄机陷入前所未有的天人交战，一边是1000年修行无上神位，一边是凡间一缕情丝，两世守候。就在他犹豫不决时，霓裳仙子已经将他的异常举动报告给了天帝。陛下，玄机上神近来频繁查阅凡间典籍，还偷偷用玄天镜观察一个凡人女子。霓裳添油加醋地说：“臣妾担心，她已被凡情所困，恐有违天规啊！”天帝震怒：“来人，传玄机上神！”
当玄机被天兵请到凌霄殿时，他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殿内气氛凝重，众仙分立两侧，神情各异。玄机，天帝怒喝：“你可知罪？”玄机单膝跪地，却不卑不亢：“臣不知何罪之有，还敢狡辩！”天帝拍案而起：“你身为司法上神，却沉溺凡情，暗中观察那凡人女子，可有此事？”殿内一片哗然，众仙震惊地看向玄机，不敢相信最严守天规的司法上神竟会犯此大忌。玄机沉默片刻，突然抬头，金眸如电：“确有此事。”这一承认，连天帝都愣住了。玄机继续道：“但那并非普通凡人，而是300年前瑶池植草仙子转世。他因恋慕本座而自堕轮回，本座不过是想查明真相。即便如此，仙凡有别。”天帝怒道：“你身为司法上神，更应以身作则。”玄机缓缓起身，白衣无风自动：“若天规不近人情，守之何益？”这句话如同惊雷，震得众仙目瞪口呆。谁敢想象，最严守天规的玄机上神，竟会质疑天规本身？大胆！天帝暴怒：“来人，将玄机押入天牢，消去神籍，待朕发落。”天兵天将一拥而上。玄机本可以反抗，但他没有，只是在被押走前，他朝破军武神使了个眼色。破军心领神会，暗自点头。天牢中，玄机被重重禁制锁住神力，但他并不惊慌，只是闭目等待。果然，半夜时分，破军悄然现身：“老友，你这次玩大了。”破军摇头：“天帝气得要命，说要罚你受9天神雷之刑，然后打入轮回。”玄机面色如常：“帮我个忙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去凡间看看桑芷。”玄机金眸中闪过一丝担忧：“我近日观他气色不佳，恐有灾厄。”破军瞪大眼睛：“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惦记那凡人女子？”玄机平静地说：“她不是普通凡人，她是我的选择。”破军长叹一声：“罢了罢了，谁让咱们是朋友呢？我去看看就是，但你得答应我别做傻事。”玄机不置可否。破军离去后，他望向凡间的方向，眼中满是决然。破军下凡后看到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，桑芷医馆大门紧闭，门口挂着暂停接诊的牌子。透过窗户，他看到桑芷躺在床上，面色惨白，几个镇上的妇人正在照料她。这姑娘怎么了？破军化作一个游方道士，向路过的村民打听。哎，桑大夫前几日去山里采药，救了一个掉进毒沼的孩子，自己却染了怪病。村民叹息道：“高烧不退，药石罔效，怕是……”破军心头一震，他悄悄潜入医馆，趁人不备查看桑芷状况，顿时倒吸一口冷气：这不是普通病症，而是天界才有的是心毒，凡人触之必死。这傻姑娘怎么会碰到这种东西？破军百思不得其解，突然想到什么，难道是玄机的结束牵连了他？情况紧急，破军立刻返回天界，将情况告知玄机。玄机听闻，金色眼眸瞬间变得血红，是心毒，凡人不可能接触到，除非他猛然抬头，有人故意为之。破军也反应过来，霓裳，他一直嫉妒你对那凡人女子的特殊感情。玄机周身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，锁住他的禁制开始剧烈震动。帮我！破军！破军咬牙：你要想清楚，一旦越狱，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玄机冷笑：天规无情，留之何用？在破军的帮助下，玄机挣脱束缚，化作一道金光直冲下界。天界顿时警钟大作，天帝震怒，派天兵天将全力追捕。青山镇上空突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镇民们惊恐地躲进家中，只有桑芷的小学徒还守在他床前。一道金光穿透屋顶，落在桑芷床前，化为玄机的身影。小学徒吓得跌坐在地。玉道长！玄机顾不上解释，俯身查看桑芷状况。他已气若游丝，眉心隐约有黑气缠绕，正是心毒发作的征兆。桑芷，玄机轻唤他的名字，声音颤抖。他伸手按在他额头，神力源源不断输入他体内，
与毒素对抗。小学徒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他敬爱的玉道长周身散发着金光，悬浮在离地半尺的空中，宛如天神下凡。坚持住！桑芷旋即不断输出神力，自己却因刚刚挣脱禁制而嘴角溢血。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突然，医馆屋顶被一股巨力掀开，漫天乌云中，无数天兵天将凌空而立，为首的是满面怒容的天帝。玄机，你太让朕失望了！天帝声如雷霆，唯一凡人女子背弃天规，该当何罪？玄机将桑芷小心地护在怀中，抬头直视天帝：陛下，天规若不容情，与魔何异？放肆！天帝怒喝，众将听令，拿下玄机，就地正法。天兵天将一拥而上，玄机一手抱着桑芷，一手挥出金光抵御，但他本就神力受损，又要分心保护桑芷，很快落入下风。玄机，破军突然现身相助，带他走，我来断后。玄机感激地看了好友一眼，正要突围，却见霓裳仙子冷笑一声，挥袖洒下一片红光，直袭桑芷。不！玄机转身用背部硬接这一击，顿时口吐鲜血。但他顾不上自己的伤势，因为怀中的桑芷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嘴角溢出黑血。桑芷，玄机惊恐地发现，霓裳的攻击加剧了是心毒的发作，桑芷的灵魂已经开始涣散。天帝见状，也意识到事态严重，霓裳，你竟敢私自对凡人下毒！霓裳脸色苍白，陛下，我……闭嘴！天帝怒斥，随即看向玄机，玄机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放下那凡人，朕免你死罪。玄机抱紧桑芷，金眸中流下2行血泪，恕臣难以从命。他低头亲吻桑芷的额头，周身突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，以无神格为记，换他一线生机。玄机，不要！破军大喊，但已经晚了。玄机的神格，千年修行的结晶，从他体内飞出，化为纯粹的生命力注入桑芷体内。是心毒被瞬间净化，桑芷的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红润，而玄机的身影却开始变得透明。天帝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你竟愿为他舍弃神格，值得吗？玄机看着渐渐苏醒的桑芷，露出前所未有的温柔笑容，值得。桑芷缓缓睁开眼，看到的是玉姬子熟悉的面容，却又有些不同，她周身散发着柔和的金光，俊美的不似凡人。玉姬子，她虚弱的呼唤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玄机轻抚她的脸颊，不是梦。桑芷，我回来了。桑芷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景象，破碎的屋顶，漫天的天兵天将，还有那个威严无比的金袍男子正怒视着他们。这是……来不及解释了，玄机将他轻轻放下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一直心悦你。这一世，下一世，永远。说完，他站起身，直面天帝，陛下，臣愿承受一切责罚，只求您放过这个无辜的凡人女子。天帝神色复杂地看着这个曾经最器重的上神，玄机，你已自毁神格，不再是上神之躯，9天神雷之下，必将魂飞魄散。桑芷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魂飞魄散4个字让他心如刀绞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挡在玄机面前，不要伤害他，要罚就罚我。玄机想拉回他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虚弱到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天帝看着这对痴情男女，突然长叹一声，罢了罢了。玄机，念在你千年功绩，朕给你一个选择。陛下请讲。1. 即刻归位，朕当这一切没发生过。2. 承受9天神雷之刑，若能不死，可贬为凡人，与他相守一世。但你会失去所有神力，只保留医术和记忆。玄机毫不犹豫，臣选第2条。玉姬子，桑芷惊恐地拉住他的手，不要。玄机温柔地看着他，桑芷，你愿意和一个不再是神仙的普通大夫共度余生吗？桑芷泪如雨下，我愿意，但我不值得你。值得。玄机轻吻他的手指，你比整个天界都值得。天帝见状，不再多言，挥手召来9天神雷。
刹那间9道金色雷霆从天而降，直劈玄机。不！桑稚想扑上去保护他，却被破军拉住。雷霆之中，玄机现在应该叫玉姬子了，发出痛苦的嘶吼，但他始终站立不倒。当最后一道神雷劈下时，他周身的神光彻底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凡人的气息。雷霆散去，玉姬子浑身焦黑的倒下。桑稚挣脱破军，扑过去抱住他。玉姬子，奇迹般的，他睁开了眼睛，虽然虚弱，但确确实实还活着。那双眼睛依然是金色的，却不再有神光流转，而是普通凡人的眼眸。我没事，他艰难地说，只是以后真的只是个普通大夫了。桑稚紧紧抱住他，泣不成声。天帝看着这一幕，冷哼一声，玄机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天界上神，朕许你保留技艺与医术，作为凡人度过余生，好自为之。说完，天帝率领天兵天将离去，只留下破军一人。破军走上前，拍了拍玉姬子的肩，老友保重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玉姬子虚弱的点头，多谢。破军又看向桑稚，好好照顾他，这家伙为了你，可是放弃了与天地同寿的机会。桑稚郑重点头，我会用一生来爱他。破军露出笑容，化作金光离去。医馆恢复平静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。但桑稚怀中的玉姬子证明那都是真实的。欢迎回家，玉姬子。桑稚亲吻她的额头。玉姬子，曾经的玄机上神，微笑着闭上眼睛，我回来了，桑稚。1年后，重建的桑玉医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兴旺。玉姬子和桑稚成了方圆100里最有名的大夫夫妇，他们不收穷人诊金的善举更是广为流传。这天傍晚，桑稚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在院子里给桃树浇水。玉姬子从身后环抱住她，亲吻她的发丝，小心着凉。桑稚靠在她怀里，满足地叹息，玉姬子，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放弃神仙的身份，变成凡人。玉姬子，或者说拥有玉姬子记忆的玄机轻笑一声，将她转过来面对自己，我当了1000年的神仙，从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，直到遇见你，桑稚。他轻抚她的小腹，而且我们即将拥有最珍贵的礼物，这比任何神位都值得。桑稚幸福地依偎在他怀中，夕阳西下，将2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融合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。而在遥远的天界，破军武神站在云端，看着玄天镜中这一幕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他转身对身后隐藏的身影说，看到了吗？他过得很好。那身影赫然是天帝，轻哼一声，愚蠢的选择，不过罢了，随他去吧。破军偷笑，他知道看似冷酷的天帝其实也被这段真情所打动，毕竟在这漫长的仙途上，能得一真心人是多么难得的事啊。